边走边提的实在是罗贝托曼的。是啊，看到橱窗里那个老花的样式，我就好想要拥有一颗属于我自己的精品包包哦。你看 LV 的老花是不是很好看？Dior 的老花也很好看啊，都很时尚啊，是好贵哦。就是因为很好看，所以我的皮夹是 LV。谢谢你哦，还提醒了我。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品牌，你所喜爱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法国。好像是哎，像我很喜欢 Celine 的品牌 ，Hermes 也是 ，Louis Vuitton 也是，对啊，还有 Dior、Chanel 都是哎。对啊，什么都是出自于法国啊。这个历史可是非常的长远。不是因为它是浪漫的国家吗？或许这也是一个原因嘛，因为浪漫才会想要去开发这样子的产品。可是啊，法国这块土地，他们之所以会制造皮件，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太久了吧？那时候哪有这种皮革包包？有古罗马时期，但是并不是用来做包包，他们是用来做皮匠还有马具啊，交通工具的周边啦。对，还有就是战争使用皮制品的运用，就是从这样子开始的，并且法国在这方面呢，应该说这一块土地上面很早就有这一方面的研究。来到中世纪，甚至在巴黎还有里马都有皮匠工会这样子的组织啊。那接着呢，你熟悉我熟悉，法国人都非常熟悉，而且可以说是因为有它，所以才有法国奢侈品17世纪末的路易14出现，奢侈品牌的代表。他非常重视皮件，甚至把这样子的工艺品纳入皇家工坊里面。从此之后呢，法国的皮件就成为奢侈品的开始。就是因为它我才买不起皮件吗？对，那接着来到18世纪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呢，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大量生产制造，皮件也不例外。在这当中呢，你会发现哦，从那个时期延伸到现在，就出现了像 Louis Vuitton 还有爱马仕这一些百年品牌。这样讲好像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他们也是要经历转型，不然那时候做马鞍，你看到那时候已经有汽车了，马鞍那些就是不需要啦，他们就要经过改。你这个讲得非常的好哦，因为爱马仕，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厂徽是马车？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历史，因为当年他们就是在做马具，那后来转型了，因为汽车逐渐取代马车，需要那么多的皮革制品，怎么办呢？他们就必须要历经一些思考，想办法继续用他们的工艺传承下去。因此，奢侈品还有这些皮包啊、皮件大量的生产制造，才形成了现在2025年的今天，你买不起精品包。真的是百年传承不是啊？我们讲皮件，你有讲到车子，可是现在车子的皮革也不可能用真皮去做啊。有一些还是会使用啦，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纳帕真皮。那但是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车款已经大量的采用比如说回收材质或是环保材质，甚至是一些新世代的一些人工合成的材料。对，那我觉得这个算是时代的演进啊，包含无论是环保诉求、节能减碳，甚至是考虑人道主义等等的，都让车子的内装有了大幅的更新。那这些部分呢，等一下我带你坐的车，你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脉络。啥脉络？我跟你说，我今天看的是休旅车哦，绝对会让你倍感惊艳的设计。惊艳是另外一回事，但谁会把车停在这么热的地方啊？晒太阳杀菌啊！不是问题，我会黑掉啊！哇！休旅车？你说它是休旅车？看起来不像而且它很具备跑格风格哇塞，好旧哦！当然了啊，不就3008？看起来虽然是休旅车，但是不好意思，会让其他同级车颜值焦虑的设置。就像我让人家颜值焦虑吗？好烦哦！我来看一下它车头，我刚刚有注意到它这个水箱护罩设计很帅很像那个品牌山宅一生，有没有？他们不是有包包他们包款经典菱格弯曲的样子，帅你是说山宅一生有一款叫包包的包包吗？对啊，
菱格图案呢，标配。这个形容真的蛮不错的，因为啊，原厂就是想要在水箱护罩呈现出立体感，并且将它命名为3D 狮王鬃毛风格水箱护罩。哇塞，这名字听起来就跟它 logo 一样，霸气外露。另外，你可以看到两侧的日行灯现在是呈现狮爪风格，有没有？哦，有哎，这个吧。再搭配原厂所设计的 Pixel LED 光束头灯，我跟你讲，整合起来就是现在3008最帅的面貌。有哎，这样真的很帅哎！我还有注意到，它不止车头这边很有造型，有没有？连它的车侧跟车尾的感觉也很厉害。其实我觉得它上面呢，跟车尾这个设计，可以让整台车看起来更有跑格感觉。主要是因为它上面有个悬浮感的设计，还有呢。车尾有流线型的感觉，你跟我说它休旅车，我觉得不像，因为休旅车一般来讲会比较呆板，但它不会不可能开呆板的车出门啊。但是你讲的没有错，因为这个确实是这辆车让它倍具跑格的重点，其中就是它 C 柱跟 D 柱特别以侧窗来相互结合，这样子呢，不仅让它看起来更有一致性。再加上原本所设计的 Fastback 车尾，我们之前不是有试驾过408吗？有啊，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这样子的车尾形式叫做 Fastback， 再加上 C 柱跟 D 柱这样子的特色，就形成了原厂昵称叫做飞狮背的车尾造型。这是谐音梗的部分吗？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谐音梗蛮棒的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没有后雨刷？没有后雨刷。那这样子，如果下雨的话，视线不良怎么办啊？拜托，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只要透过在行驶当中的气流以及良好的空气力学，就可以把后挡风玻璃上面的雨滴全部吹拂殆尽。哇塞，真的是细节美感，它都做到淋漓尽致那必须讲哦，我们去年开了非常多Peugeot他们的车款，不是吗？这一款车在美感设计上，我觉得是大幅的提升的说到美感，你等一下进来看内装，你就知道什么叫做Peugeot的实力。假的啦！天哪，这个天气很难预测根本就是雨神发威了。不要这样，我们拍摄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下雨了难得一下嘛。而且刚刚我看了一下气象，这个雨涵盖范围蛮大的，可能我们等一下去彰化的路上都还是会遇到下雨那就是雨神发威了，我都觉得好像在惩罚我天哪，我刚刚说天气太热，他是开心还是怎样？对啊，让你下一下比较凉快嘛，而且刚好让我们试一下飞狮背的效果有没有看到？没有雨刷的后面车窗是吧？对啊。真的是不是雨滴就是这样子溜走了？其实这样子视线还蛮良好的根本就不需要再雨刷啦。很大的面积啊，那如果有得当的设计的话，其实就可以摒弃掉一些比较传统上面的设计。我现在全部的心思都在刚刚那一颗包包上面如果有一颗自己的精品皮革包该有多好啊！我跟你讲，昨天我出席一个活动，我发现一件事，因为我出席那活动是精品品牌嘛，他们有非常多的包款都超级浮夸的。然后我刚刚一进来，我想说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内装也这么浮夸是不是？刚刚你在看外观的时候我跟你说内装一样同样的等级，你还不相信？进来有没有？你知道这感觉很像是坐在商务舱里面，就很不像开车的感觉了，它太科技感了形容的真好有那种飞机座舱，而且还是那种高规格对待。对啊，而且我刚刚还有注意到一件事，就像我刚刚讲，它科技感的元素就在我前面这一个特别的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这个设计，我觉得我这样一看过去，很像深陷在里面而且它还大量运用这样织布的材质，在我们看得到的范围，像是中控台、安座还有门板也是，所以我有点讶异，怎么用那么多我们平常不会看到的元素在这个车子里面，你就会觉得哇，跟别款的车来讲，其实也有在内装上蛮大的差异。而且不只有这样子你们看到它那个气氛灯，除了做间接照明之外，还跟它的饰板
相互结合，很有层次性。我就觉得我好像陷入在这个灯里面，因为这个就是新世代就车款想要给驾驶跟乘客的感觉。像这一套系列叫做 Panoramic iCockpit 全景驾驶座舱，就是要让你进入里面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而且这个是现在就新世代车款除了3008之外，5008也是这样子的铺陈。是哦。那因为我们这次所驾驶的车款是3008的 GT 7楼车型，所以是等级比较高的。除了你可以看到我前方这一个21寸全幅式的中控萤幕包含数位仪表之外，下方还有一个 iToggle 虚拟触控面板。这设计很直觉耶，它其实就是把原本中控萤幕上面的资讯独立出来进行快捷线，并且同样的是以触控的方式来呈现。可是呢，我觉得比起什么东西都直接丢在一个萤幕里面来讲，它会有更好的分类效果，所以也会比想象中还要来得容易操控啊，也是。果然是只有法国人才能超越法国的极致美感。对啊，你会发现生命真的是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光坐上车上你就会觉得与众不同。是没错啦，但我有发现，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仪表板它是倾向你的，虽然说这样都倾向在驾驶座是蛮正常的啦，但我自己看了我也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有些如果太倾向驾驶座的设计，其实会很突。我觉得这就是法国人厉害的地方，因为像这种驾驶导向的总统台设计，其实通常都是比较甚至跑车才会这样子去运用的，这是一辆休旅，但就在这上面的运用就相当的惟妙惟肖，它并不会让你觉得在比例上面或者是整体的视觉有那种过度的偏重感，反而形成非常完整的座舱，但是又不会觉得副驾驶座好像只是搭配式，整体非常完整。我现在坐在这里，副驾跟你坐在驾驶座，我们两个人是两个空间、两个世界的感觉，切割的很好啊。对啊，就是那个，就是你在你的世界，我在我的世界。可我个人其实蛮喜欢它整个织布的元素，因为它整台车的内装我觉得它的美感真的是非常的棒。这样大量的织布有没有？还有另外的元素皮革，再来是他们最重要的麂皮元素。像麂皮元素，跑旧车款好像我们试驾那么多台，他们都有这个麂皮的元素在里面，还有他们这种特殊的东西。确实啦，因为跑旧这上面的运用蛮多的，比例上面是相对比较高。之所以会大量的采用麂皮我觉得这是其来有之的，因为现在所谓的麂皮并不是真正的麂皮，而是人造纤维。所谓传统意义上面的麂皮指的是偶蹄目鹭科鸡属动物。在台湾最有名的，或者是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山羌山羌是用他们身上的皮革来织，传统上面。所以现在不论是车子的内装，或者是鞋子、衣服所采用的麂皮，都已经是人工合成的了。而且其中最出名的，也就是像现在这一辆3008 GT 7楼所使用的，就是名为Alcantara 的这一个材质，它也是人造麂皮当中的其中一个最知名的品牌。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材质，其实我都在想，它不会做起来非常的闷热不舒服？你现在有觉得闷热不舒服吗？是不会啦。那当然就不会了。虽然我们会觉得它好像是人造纤维，可是这个材质它除了你实际乘坐上面质地非常的柔软舒适之外，它具备相当高的透气性，不论是比传统可能合成皮，甚至是跟一些真皮比起来， Alcantara 就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能耐，而且还兼具轻量化、耐磨性，还有防滑。如果我们今天开着这辆车高速过弯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在座椅上面好像左摇右晃任意滑动。这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麂皮常常使用在一些跑车上面，甚至是赛车。像Peugeot的座椅3008，它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材质上面的特选之外，座椅的两侧还拥有支撑席垫，甚至可以从萤幕上面直接调节它的支撑性。我们现在做的吗？对啊。支撑席垫，所以
果你等一下要过弯比较激烈的时候，它会保护我。对，你可以直接调整在座椅上把自己夹紧。所以你现在是帮我调到最紧的吗？对啊，像你这么瘦，车厢支撑垫我们把你夹好夹满，稳稳的固定在座椅上面。那这样夹紧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空间好像还要再调整一些。而且其实它的可调性真的是非常的高啊！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这项功能之外，这辆车的座椅同样也获得了 AGR 的认证，并且还拥有了14项的电动调整。可是我刚刚有看到它那个座椅上面有按摩，3008是不是一样也可以按摩啊？当然了啊，我们之前不是4408、2008都有提供，这台3008当然一定有啊！而且现在的力道啊，我觉得表现比以前更强劲。来，给你猫掌一下。哦，有哇塞，满满的颗粒感，有没有？它就真的很像有人真的在这样子在里面。我应该早点给你打开了，这样子刚刚下雨的时候你才不会一直哇哇叫。不过现在好像停开了，我终于又可以戴墨镜。看来我应该是可以先舒服的等待。好啦，我先休息一下。到来跟我讲哈。真的实在是太享受了。哎呦。书桌好像这样弄还不错，皮质的桌子，哇，天哪，手感真好。对啊，它全都是皮质很有质感。有没有觉得花了3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这一个卢斯大园区，还蛮值得的？很值得而且其实在这边会看到很多很棒的皮件。虽然说它可能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精品大牌，可是至少它的每一个皮件都很像是一个精致的工艺。其实它是沙普迪奥这个台湾制造，并且是国产的一个品牌。那在各大百货公司都设有门市。对，没错。对，那只是这里的就是他们位于彰化的基地。彰化这个地方啊，其实早些年有很多皮革相关的工厂。是哦。所以他在这边发迹的。对，没有错。所以这里呢，就是他们重要的根据地，包含这边也有很多的师傅会进行手作啊。所以呢，我们这边看到的皮件全部都是他们制造、设计，并且一针一线缝出来。难怪，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园区的整体感觉，它就很像在田中央伫立的一个房子，但它的房子就是很像玻璃屋，感觉又很浪漫。彰化可以说是台湾工业的重镇。那其实啊，在这个地方，它今天这里所使用的皮件、皮革，全部都是欧洲进口，并且都是采用植鞣法制成。植鞣法不太了解皮件，不太懂它的工艺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植鞣法，我对于皮件的认识基本上还是从汽车的内装来的啦。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以现在来说，我们会发现皮大部分都是牛或羊来的。对啊，这可以说是畜牧业退下来的副产品。对，因为畜牧业的肉品除了提供肉之外呢，皮也可以拿来制成皮革。那只是呢，以欧洲来说，早些年比较传统的做法是所谓的植鞣皮，也就是透过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单宁酸来鞣制皮革，并且有防腐、柔软等等的一些功能，还有这层意义哦。以法国为例，像布列塔尼，它因为生产橡树，就会用橡树当中去提炼出适合的鞣制剂。那塔恩河谷呢？盛产的栗树，也同样有可以制成鞣制剂的功能。好像很多植物都可以，像是果实、树皮啊都可以耶。对，没有错。那接着呢，来到工业革命的时代，为了要大量生产制造，包含对于化学的了解越来越深厚之后呢，就出现了铬鞣法。铬鞣法其实还蛮常听到的。对，铬鞣法其实就是利用3价铬盐这样子的化合物质。那进行鞣制，所以呢，生产速度更快，并且在鞣制的时间也可以大幅的缩短，只是会有一个缺点，就是比如说可能含重金属，或者是对环境呢就会有更明显的污染，这个导致了这几年其实皮革业也去反思这样子的问题，以至于又回归了植鞣法。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园区，所有的皮革都是以植鞣法来制作。哇，那他们也是非常的注重环保，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议题之一啦。
对，那另外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皮革，如果是硬皮的部分，它都是在云林进行上色。那如果是比较软的皮呢，就是在欧洲直接上完色就送到台湾来。也是有点进口皮的概念啦。对，没有错。可是其实你进来就会看到他们那个工艺法，其实非常的精致，就是每一样皮件你都会发现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存在，然后每一个皮件有它很特别的意义。我觉得让我最惊艳的就是，我们可能皮件都会想到包包啊、鞋子啊等等的，可是使用的范围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广。譬如说像书本的外皮，甚至是一些小东西、提把，甚至眼镜盒。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俯拾即是，而且都使用皮革，只是我们都忽略了原来这些部分都是可以用这样子的原料来制作的。当然还有汽车的作用。也好，来到这个地方，至少它每个皮件有一些包包，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喜欢就好。精品买不起没有关系。我刚刚呢，其实是有看到它啦。你要买了？想说等一下可不可以打一下统编这部分，就交给你了，哥。我要这个。我是不是挖坑给我自己跳了？